Hello，大家好，今天是3月10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再次反转，塔口交易又来了，一根看涨吞没阳线，难道下跌已经见底？特斯拉周线止跌，但趋势已经破坏，这里只能先看反弹。AMD 可以多加关注，有机会是一次盈亏比不错的补缺口的交易机会。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00期的视频。那么阿哲依旧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我们第一部分还是要看到纳斯达克指数的市场观察，我们看一下目前的市场通过背离来发现目前这一波的反弹空间究竟有多少，而后再通过日内变盘点和日线的趋势分析来观察目前这里是否会因为 Taco 而产生真正的见底，还是说它大概率依旧是一次反弹呢？那么看懂市场环境之后，我们再来到第二和第三部分，讲到个股解析，则会看到特斯拉、亚马逊、英伟达、科威、谷歌、甲骨文、MSTR、微软、博通、AMD、HOD、APP、SOXL、Circle、Meta、OKO、PLTR、Coin、美光和 MP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今天的视频依旧能够对您产生帮助。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也需要做一个温馨提醒。那么您会看到视频当中的目录内容比较多，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会偏长。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只标的您都感兴趣，所以阿哲把视频当中的标的都制作了时间轴，分好段落，您点击对应段落就可以快速跳转到最想要观看的那一只标的上了。不过第一部分阿哲的建议是千万不要跳过，因为这是我们最关键的最主要的一个部分。只有先看懂指数的环境方向，你才能够去做好个股投资、个股交易，这是阿哲一直以来每期视频首要去讲指数的一个重要原因。首先我们来看到之前所画的一些指数的支撑和压力位，也做一个观点的回顾。那么目前阿哲认为市场有2个关键的压力区间，一个这个高点，还有23400这一个空间附近将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压力位。市场的任何一个反弹，只要不去突破这个价位，那么目前的市场整体中长期，对的，可以说是中长期都是看跌的。另外一个关键的强弱反弹点就是23000以及这根阴线的高点附近，这个区间算是一个正常反弹不应该去超过的一个区间。那么这是阿哲目前所看的2个重要的压力位，只要这个压力位不破，那么很多时候反弹后容易面临更加强势的下跌。所以这2个空间可以大家去标注好，未来会用得上。而下方的支撑，一个是22138，还有一个是21841。那么这2个支撑点，本来以为在周一的时候能够顺势跌破这个支撑，去试探一下能不能到下一个支撑。目前来看，这一个22138的支撑还是有效，没有被跌破。但目前市场是走了一个低点，依旧在不断的降低的。所以这一个支撑位被破，阿哲认为还是一个迟早的事情。那么我们来看完支撑位之后，来看到背离目前的反弹空间。刚才我们所讲的23000和23400，它属于一个比较大的空间了。我们从后面的指数背离图当中看一些更加关键的区间。目前我们所看的是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放在一起的图表。那么背离的技术，我们前期几期视频包括直播当中讲过很多次了。如果您是老同学，应该是会的；新同学可以在我们前期视频去翻略，去认真学习。我们现在只是做一个简单的，算是回顾一下。那么目前的市场存在2个背离。一个是左边的这个高点，还有标普对应的同一个时间也是一个高点，但2者之间的性质不一样。纳指的高点是一个相对于中期的高点，它目前没有被突破过，所以这个高点是没有被挑战、没有被刺穿过的。下方的标普不一样，这个高点已经是千疮百孔，不断的被突破，不断的被站上，但是没有成功过。这种行为我们称其为顶背离。2个指数之间是不同步的，它们之间所面临的高点，关键的高点所被对待的一个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每次出现标普新高而纳指不新高的时候，这种标普的突破、标普的新高往往是假突破，所以反而对应的是风险区间。所以每次当标普站上左高，而后纳指无法去新高时，这个背离就存在，那么风险将会迟早释放。所以之前的每一次标普站上这个高点，每次都是高点的风险，每一次都应该是高抛的时机。那么现在也是一样的。你会发现通过昨天的这个低开高走的 K 线之后，标普离左边这个高点其实很靠近，相对来讲再来一根阳线就过去了，那就会又形成一个顶背离事件。而你会发现纳斯达克指数要创这个新高，它的一个空间是很大的，
它要越过重重的关键的压力，是吧？前面我们所说的2个关键压力都得要去突破才可以。那么这种可能性短时间内阿哲觉得发生的概率极低，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既然概率极低，就不作为日常考虑的一个范围。所以当前这种情况反弹的概率要大于反转，反弹的空间大体就是标普一旦过到左高之上就是大风险区，都一定是左侧高抛的地方。那假如这一次反弹连标普站上都站不上，那么就是再一次为下次加速下跌去进行新一次底背离做的一个准备，做一个蓄势深蹲加速的一个动作。所以当下的观点就是标普如果表现比较强势，那它可能会往上去站回之前这个高点之上，而后构成进一步的顶背离再往下跌。那么如果相对偏弱一点，这波反弹那么往上去走，它可能过不了23000点，也不能够去重新站上标普的这个上沿。那如果相对弱一点，就是标普往上走，而纳指23000过不去，那么这一波上涨连这个顶背离都形成不了，是吧？跟前期这个高点一样，都无法去触碰之前的高点。这种动作就是进一步加速下跌的一个前兆了。所以当前这个预期，要么反弹强一点，形成进一步的顶背离，而后再往下跌；另外一个就是市场不怎么强，反弹一下子就去跌，往下跌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什么动作？往前低去破。很明显，纳指离前低很近，标普离前低有一定距离，差不多差了2倍以上，所以纳指很容易跌破之后产生一个两者之间的底背离。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讲过的，上周六讲过的大机会。所以当下对于多头来讲是一个小机会，反弹为主；对于中长线投资者来讲，这一波反弹大概率也是一个高抛的一个时机，而不是去加仓重仓的时机。这是目前所建立的阿哲对于市场的一个预期。当然，目前这个预期是否能够如期而至，我们需要在后续去跟踪。比如说市场假如它不配合，不按预期走，直接一根长阳线直接把之前的2个压力都突破了，那么这个预期就会减弱，就会降到最弱，市场有可能就要往上去回补顶背离。所以后续就要去跟踪这个预期是否会如期而至。接下来我们再看到日内，那当下如果在中线、中长线来讲，你去做反弹难度比较大，可能一不小心就会再次下跌的话，我们更多还是关注日内机会，可能很多单呢，除非是很高概率的，否则尽可能不要太多的去持仓过夜。那么日内的交易也是可以去考虑的。所以日内变盘点，阿哲最近讲的比较多。我们近期每个盘前广播当中是不是都带有日内的变盘点？所有的变盘点就是某一刻某一时间阿哲认为容易出现高低点的地方，这是纳斯达克指数的15分钟图的变盘点。那么只要您是订阅粉丝同学或者说财生朋友，那么每天盘前我们都会给大家去发送这一个盘前广播，里面就有一部分内容讲到变盘时间。近期我们所给过的2个交易日的变盘时间分别是3月6号的盘前和3月9号的盘前。第一个3月6号有2个变盘点，一个是11点，一个是3点，当时还是冬令时，所以大家记得这个是香港时间，如果跟您时区不一样，记得换算一下。那么当时的3月6号第一个变盘点11点是个变盘低点，凌晨3点是一个变盘高点。那么在3月9号的盘前，阿哲给到的变盘点一个是9点45分，已经是到夏令时了，所以这里美东时间也是9点45分，只是一个早上一个晚上。好，所以这个地方昨天的盘中最低点是在阿哲这边的10点见到的，那么差了15分钟，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发生了低点变盘，股价上涨。那么涨到什么时候？涨到1点的时候出现了高点变盘，如期下跌，后续再见到低点再出现上涨，所以昨天的变盘点是命中了一个低点和命中了一个高点。这里阿哲公布今天的第一个变盘点，今天第一个变盘点是我们的9点45分，也就是美东时间开盘的第一根15分钟的 K 线。那么那根 K 线如果是上涨的 K 线，特别是大涨的 K 线，那么那根 K 线大概率会是一个变盘高点。反之，如果是下跌的，容易是一个变盘低点。但是在变盘高低点的预期之下，最好结合顶底分型。比如说1点10的高点变盘，它最好是处于上涨，而后出现了顶分型，你更能确定这是一个高点变盘。而9点15分的变盘低点，最好是下跌途中，特别带有加速下跌，产生了底分型。后续如果能够是过左一，算你再去看多，它的一个机会，它的一个准确度会更高。所以这又是一个变盘点在日内的使用。哪怕你做波段抄底、波段逃顶，你根据这个日内变盘点，在当天买点、卖点附近去优化你的一个价格也是可以的。所以以上我们第一部分有关目前日
所以以上就是我们的第一部分，有关背离如何去看待目前的市场空间，当下的上涨更大概率是一个相对的反弹，而且空间其实不算很多，更多的可能还要在底背离后找机会。第二部分我们讲的是日内的变盘点，今天关注也是第一根 K 线，后续的变盘点阿哲依旧会写在今天的美股盘前解析当中。那么希望这两部分内容依旧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是老同学，听到这里不要忘记为阿哲依旧点上您的宝贵小红心，点上一个点赞，支持阿哲继续的依旧支持阿哲的创作。如果您的时间相对的是宽裕的，也可以在底下评论区点开之后留下您的宝贵评论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阿哲也更加希望大家在学习之余可以点开这个订阅按钮，点击之后会显示已订阅，就说明您已经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未来我们可以一起学技术，一起交流美股的行情解析。你也可以顺便把全部铃铛全部点开，不管是老同学新同学没有点这个铃铛的都可以点开。点开之后，阿哲未来的每一期视频在更新之后会第一时间通知您，就不会错过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更新了。同时您只要是订阅了阿哲的同学，特别是新同学刚订阅的，阿哲会赠送4重福利。那么其中有一个福利就是我们的美股盘前的一个解析了，您可以限时体验至少1周时间。如果您是认真学习的，这个时间还可以延长。每天盘前阿哲只要是美股开盘就会写这个变盘点以及一些其他的提醒，希望这也能够帮助到您。那么关于如何领取这4重福利，您可以在我们目前屏幕的右上角，看到视频的右上角有一个弹窗小卡片，点击之后您就可以找到阿哲的助教了。跟助教老师联系之后，您跟他说您是今天刚订阅的，之前没有领过福利，希望他把4重福利都发给您，他就会告诉您怎么去一一领取。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第3部分我们要讲到日线趋势分析。刚才我们建立了一些预期，那么这个预期它究竟会如阿哲所想要的只是一个反弹，而后更大的机会产生，会去破到前低，来到21,841附近找支撑后去产生一个更大机会，还是说这个地方可能它就已经见到低点了，是吧？22,138这里就是关键支撑了，后续它可能就要这么去走。我们怎么一步步的去跟踪，更好的去发现它会往哪个方向走？有时候市场可能就会往小概率事件走，那么我们也不能够一直坚定，那我们也不能够一直抱着预期就不去管它。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日线趋势如何跟踪，它是反弹还是反转。我们现在看到就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那么目前的图表呢，怎么去看呢？阿哲平时喜欢用上海趋势图看到市场的趋势如何的去变化，一般会去分析中长线趋势和中短线的趋势。当前的中短线趋势我们讲过很多期了，处于一个下跌，所以也在这种预期当中，阿哲对于每次的上涨是不是都是讲的是反弹，不管是视频还是直播，是吧？我们当时讲的很多次都是只要它涨了就是反弹，就不是说100%的预测，而是市场大概率是这么去走的。为什么？因为市场的趋势一旦形成了这种明显的结构，它的低点在降低了，是吧？而后每次反弹的高点也在降低，这就是一个下跌雏形，而后它在延续。那么这种情况下，市场大概率是不是下一次还是反弹不容易过左高，下跌容易有新低？所以当前就是维持这种状态在走。那当然了，有同学会比较好奇，阿哲这个股票一开始它可能没有后面几个低点，那你怎么知道它会有新低不会有新高？这就是我们要有当下的一个相对的判断了，提前的判断。如果你发现下跌的时候，它有某一波下跌把这个飘带由紫色变成黄色时，它就有可能去往这种下跌趋势形成。而如果它是由黄色飘带转为紫色飘带，就说明它有可能往上行趋势去形成。所以在上海趋势图当中，你要关注好这个飘带，它是一个中短线很重要的一个参考。当市场是由紫色转为黄色时，就要注意了，它走的趋势可能就是容易打新低，不容易打新高，所以市场容易走这种走势。那当市场不去打新低，而后打新高，并且飘带转为一个紫色时，你就要知道趋势可能有所改变，它后续的走势就容易往新高而不容易新低去发展。所以趋势目前处于上行还是下行，亦或者是无趋势，就是我们所要去关注的，也是你要去发现你股票目前处于什么一个状态。那比如说像英伟达，很明显目前就是一个震荡行情。那像特斯拉是吧，很明显就是一个下跌中期走势。那如果你要做多，是不是尽可能找的是一个上行做多的走势，才比较好去盈利？所以当下也是一样的，我们看到指数环境，它就是一个下行走势，
所以为什么最近你做多比较困难？因为整体环境本身就偏空方，所以你做多肯定会比较难受。那之前相对是紫色飘带时，那市场是不是不容易有新低，而后容易有新高？所以它就容易跌下来有新高，那这个时候反而就会比较舒服一点。所以当下是黄色飘带，在它变成紫色，在它出现2次回踩不创新低有新高之前，我们是不是认为它还是维持一个空方走势的概率会比较大？那么既然空方走势概率比较大，那么这一波破新低之后的反弹是不是不容易过左高？这个地方的左高有2个，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个。所以当下做过左高是过它围墙，还是过上方这个围墙？其实阿哲比较建议的是，还是得要看这2个高点才更有效。像这一个高点更像是一个内部的结构，就小级别的高点，它不是很关键。所以这个位置的上涨过这个高点，它其实并没有代表什么含义。好，所以当下的股价走势，它是一个下跌之后有所放缓的囤积结构。这种囤积之下，一般会选择一个方向，它会有一个快速的发起一个动作，但是那个动作一定要确认它是否有效。我们对于目前在收敛周爆发的方向，更多的预期它可能是反弹之后往下去进行一个破左低的行为。那如何能够去把这一个预期给打破、打碎，或者降低这个预期？它最好是能够把这个飘带给突破。突破之后，股价回踩它没有新低，是吧？2次回踩无新低，飘带转紫色，那个时候我的预期就可以由看跌转为看涨，就像曾经出现这一波下跌一样。价格如果它一直是一个黄色飘带，那是不是反弹不管怎么强，不管有什么缺口，不管有什么大阳线，只要还是黄色飘带，那这个时候我的预期它还是容易有新低，不容易有新高。所以等到市场确实2次回踩没有新低了，股价确实突破而有左高能够过了，飘带转为一个紫色了，这时候是不是开始预期要有所转变？是吧？刚开始看跌预期，后续要慢慢转为看多的预期。所以当下一个还保持看跌的预期，看空的预期，但是如果它能够突破飘带，甚至能够把左边这个高点给突破，是吧？23000点附近给站稳，而后回踩不破转紫带，这个时候我的预期就将由看跌转为看涨。那么那时候认为的小机会就会转为大机会，但在出现这之前，我们依旧还是觉得它偏向于小机会。这一个上海趋势图的模板也是我们的福利之一。如果您订阅阿哲之后，也可以去找助教去领取安装。阿哲认为您在分析股票时拿出来看一下，多去瞧一瞧，对您对趋势的认识会更好的去把握和理解。以上就是对于指数分析阿哲目前的一个观点，应该讲的比较清楚明确，以及什么时候会打破阿哲目前的一个预期。那么在预期未打破之前，就延续这个预期去看待目前的市场，去跟踪目前的一个行情走势。所以当前这根阳线，阿哲认为它有机会，但是机会不大，更多的是一个反弹，容易蓄势进行更大一波的下跌。所以以短线为主，更多的可能是日内的一个机会，寻找日内的买卖单。而后我们准备来到第2和第3部分的个股解析。当然在此之前，阿哲再次强调一下，如果您是我们的新同学，今天刚点击订阅的，那么您可以拥有4重福利。只要您是新订阅粉丝同学，没有领取过福利的，那么这4重福利呢，您都可以跟助教老师去领取。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特色指标上海趋势图的1周体验权限，找助教就可以去激活安装了。您就可以看一下怎么去使用，这后续的个股解析当中也都会去用到上海趋势图来教大家怎么去用。第2部分就是盘前的广播，盘前的解析，是我们刚才所讲的日内变盘点，还有一些盘前的空间个股解析，这都会写上。您只要是跟助教，您只要找到助教也都可以去获得。第3重福利是我们的美股期权实战班，那么您会有2节的体验机会。这个美股期权课是我们2026年所去首次更新的，也是阿哲和阿哲同类老师好不容易邀请到的一位重磅嘉宾，对于期权、对于美股市场特别的了解，对于全球的股市都很有研究，并且期权策略特别的好。那像最近我们这一位期权老师对于石油板块的一个看法，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在3月6号的时候，在上周其实就多次跟我们的一个学员讲到了，对于石油板块，其实目前的一个位置其实符合去看空的一个逻辑。当然，这个看空不是简单的去做空，有一些期权的策略的配合，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但你会发现，是不是还是蛮准确的、蛮精准的？上周周五的时候，3月6号就有同学或者说我们的学员问到了这其中的一个逻辑，我们的期权老师是在课中以及在这个频道当中去写到的。而后在本周周一，我们会发现整体的一个石油国际的油价就出现了明显的波动。如果你没有及时获利兑现，先不说做空的问题，
哪怕你之前做多是吧，周一能够高抛获利，那其实也能够挽回不少的一个获利的回吐。所以有关期权的实战课，大家如果是订阅粉丝同学，那么阿哲会赠送大家2节体验课程。这个实战课程一般是每周会有5节课，其中我们给大家体验的是周2和周4晚上的9点到10点，这个是香港时间，大家记得换算一下。而后第4重福利是我们的进阶课程知识内容，一些技术分析上的一个分享。如果您对于技术分析有兴趣，那么会有至少1周时间，您可以去认真学习我们更加进阶的技术分析的一些实战课程。只要订阅了阿哲这4重好礼，那么这4重好礼大家可以找到助教进行免费的领取。右上角有一个弹窗小卡片，现在您点击之后就可以找到助教，亦或者在本视频下方有一个评论区，阿哲也发了一条置顶评论，在评论当中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您点击也可以找到助教，这2种方式都可以。但前提您必须得要先订阅阿哲频道。接下来阿哲也给大家看一下本周的一个进阶课程的课表，大家可以根据课表去进行学习。目前大家所看的是本周的主题班课，我们叫股价转折低位买入的秘密。如果市场后续真的有机会见到一些大行情，我们如何能够去识别市场的低位买点，在趋势交易的核心之下，如何去找到一些真正高概率的交易时机，如何去找到真正高概率的交易区间，这是我们本周主要去专注的一个课题。我们根据这个课表，大家找到助教报名之后，可以去按时间去参加，直播时间是香港时间早上10点。那每节课程，如果您是学习之后需要有回放，也可以去找助教去申请，去再次学习的一个机会。那目前的课程已经进行了第1节，那明天3月11号将是第2节。所以如果您是今天才看到阿哲频道的视频，那么记得及时找助教报名本周第2节之后的课程。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部分，第2部分的第1支标的，我们看到特斯拉。特斯拉的一个行情走势目前是越来越偏向于空方。其实目前阿哲的观点有点转变，之前认为它这里有可能还是一个适当的调整，之前认为这里有可能还只是一个相对合理的一个调整，后续有机会是一个中期的底部转势继续突破走高，但当前更像是一个价格走势5浪后的 A 浪下跌，因为它把左边的关键的低点给刺破了，虽然目前不是有效跌破，但结构已经有所转变，后续它是必然要有一个强势上涨才有可能改变这种结构破坏的一个影响。而如果这一波反弹它连左侧这波下跌的 0.618 如果都无法过，那附近反而是再次做空点，也就是说做的是一个 ABC 浪了这个行情走势。所以当前的一个格局下有所转变，虽然周线上是看止跌股价的反弹，关键的支撑位、压力位等等，我们会用上海趋势图去看。但现在你也可以看到，之前这里的一个通道线是吧，已经被跌破很多天了。虽然在空间上它跌的不多，但时间上已经是1周多了，所以这对一个有效支撑来讲是不应该的。所以当前这里是有效的跌破。价格走势如果这里真的要偏空，它容易出现站上之后再次的跌破，那种时候一般也是比较明确的空方点。如果它真的是要来一波中期的反弹，首先它得要先站上这一个通道而后才有机会走去看这一波下跌的 0.628 的空间，否则它可能就会走得更弱，可能反弹变成震荡，而后再形成下跌的踪迹。我们再看到它的上海趋势图的一个图表，目前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行情走势。我们如果看上海趋势图，你可以看一下近期的一个行情走势，它是不是一直都是黄色飘带，所以它是一个中期以上，所以它是一个中期以下，至少是短线偏空的。所以如果你是做中期以下的交易，你做短线，你这种股票的一个操作，一般来讲就只能说看个反弹，就可能有时候会有超跌点，但是很多时候超跌之后，它的目标其实就是黄色飘带的压力。那目前的一个市场走势，对于这一波的震荡，它其实是之前形成了一个下跌的急转，下跌急转之后，市场会有一个上涨的机会，因为下跌衰竭了。但这个机会它往往要关注一下对于上方飘带的一个压力，因为它是一个空方趋势。所以之前这个九转它走了一个反弹，再次破底，反弹再次破底，所以这个地方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空头。目前这里九转之后又出现了反弹，飘带有压力，往下又破了低点，所以当下这一波反弹如果无法过左高，压力还是维持在黄色飘带，它还是维持这种空方趋势，那其实就越来越麻烦，所以这个走势是越来越柔弱了。整体本来预期是中期底部，现在预期有点打乱，所以当前的行情要小心一点，最好能够有明确的止跌，先站上我们的龙门线中长期支撑，而后再能飘带转势，可以去看一下之前这波下跌
针对于前面这波下跌的反弹，这也只能先看反弹，而后当前还没有构成一个这一波行情的右侧的买点，只有左侧。那周线上其实我们之前的关注点就是它是一个九转，好，九转之后破了一下左边的6的低点，所以往上了一下结构。那目前有一个小钱袋子，我们的看涨点一般得要钱袋子被突破，当然因为空间本来就不多，所以钱袋子只被突破一般就没有多少空间了，所以可能要激进一点，左侧就开始上仓位，想要把握这波反弹的可能就得要早点下手。如果你相对来讲是已经之前有下仓位的，就设好防守，看上方的一个空间。如果日线能够脱离黄色飘带转子带，那么空间可以第一步先看到这个周线的下沿 425.028 以及上沿 433.70， 当然首先得要先过日线的飘带。日线目前有一个强支撑，目前日线有个强压力是龙纹线和飘带下沿的粘合处 404.354， 才是上沿 411.898。 之前的多次反弹基本都在这个飘带上沿遇到阻力收阴线而后下跌，所以这次如果也能够上去也要小心，这里如果收阴线下跌，说明这里是比较弱的。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亚马逊，亚马逊是突破了飘带，飘带是黄色的，所以当前的这个突破不能定义为有效的突破，因为它这个突破虽然是有强阳线，但是它突破2根之后就滞涨了，目前走了一个上升9当中的4号 K 线，不过不太容易维持到9，所以当前一个行情它的止跌力度也不如指数的环境，所以不算强。昨天指数是一个低开高走完全反包，而它是低开高走 K 线，但连阴线一半都没过，所以从止跌力度来讲是弱于整体市场的。目前就还是偏空，它的压力位主要集中在上方2号 K 线的高点，因为黄 K 它正常突破2根 K 线一般就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压力了，所以一般要么是到黄 K 的时候，或者说黄带的时候就是风险，是吧？到黄带是风险，要么就是突破2根的时候，它容易是形成短线的这种压力位，只有能够突破才意味着这一波股价能有一个机会，否则还是处于空方较强的一个地方。所以当下我们还是小心，这里是一个压力，收阴跌破飘带，说明这里确实还维持空方。飘带的一个支撑压力位看到左上角游龙服务线，游龙线是 209.412， 服务线是 210.56， 这是通过它的日线可以去看到的。而周线也可以明显看到它跟特斯拉有点像，但是它跌的比特斯拉更强一点，它这波下跌周线的黄色带已经明显出现了发上，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有效跌破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只是暂时止跌。所以后面亚马逊如果要再次打开空间，一般是把这2号 K 线跌破的地方再次击穿，往龙门线去走。目前也有这种形式，它这里更像是对于周线黄色带的一个反弹，当下已经开始有滞涨的上影线，这个地方一旦收一根阴线下跌，那么是不是周线就要往前低去看，跌破前低再往龙门线去看，所以一步步的去发上。目前先看日线的支撑能不能撑住，转紫色带，转完紫色带往上是否能突破2的高点，如果不能转紫带，是吧？那就是最弱的，直接跌穿。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英伟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行情图表，英伟达在运线之内不断的盘整，这种止跌的力度是相对偏弱一点的，所以之前的运线就这个高点还有这个低点，运线的母线的高低点还在这里没有被突破，整体阳线多阴线少，所以这个地方往上突破的概率目前在变大，但是变大也没用，因为它这里盘得太久了，指数的波动比它强很多，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意味着整体市场的个股比英伟达强的应该在多数而不在少数，所以这种情况下就可做可不做，这种止跌机会整体还是运线之内的震荡，压力在上方，所以得要有一根阳线突破才能够看到震荡的上沿，所以目前还是一个震荡区间，这个就看能做也是短线看涨，而这里相对强的支撑就是运线的下轨作为支撑。我们再看到它的上海趋势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上海趋势图的一个图表，图表当中我们要看到什么？看到它的一个龙门线，那么龙门线目前还是支撑有效的，对于一个调整来讲，目前是一个中期调整震荡，龙门线算是苦苦支撑。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之前我们讲过纳斯达克指数，其实这里是不是也是龙门线附近的支撑，是吧？跌破一根之后重新反向回来，因为龙门线本身就是有支撑的，所以龙门线的跌破没有那么简单那么容易。像英伟达目前也是的，在龙门线这里反复的在受到承接，而后多头会在这里去进场，但是它跌破太多次了，
短线跌破太多次，所以如果它依旧保持这种格局，上方黄色带如果在某一次当中转为压力，它这里容易产生还要往下去破龙门线，所以之前这里的黄色带其实是没有太多效果的，它转为震荡之后会被很快突破、跌破、突破、跌破，但如果当有一次黄色带变成了压力，它就容易走加速下跌，而当某一次它突破之后，紫色带转为支撑，才将会有走出困境的时候。所以它飘带虽然暂时失灵，但只要它开始出现有效果的时候，一般方向也就产生了。而当下的一个风向更像是黄色带要起作用，所以黄色带这边的压力下沿是 184.313， 它的上沿是 186.296， 所以大家在使用这个上影趋势图时一定要关注好，如果你发现飘带的作用在变小，或者说它在变乱，这个时候你其实有一个好的选择，就是观望为主，除非你的成本很低，你的优势很大，你可以去等它走出方向再去加仓，或者说再去减仓。如果你是短线交易、中线交易，本身成本没有太多优势，一旦发现飘带它的支撑压力不明显时，最好观望或者说减仓为主，等到它确实走出明确的飘带有支撑、飘带有压力的时候，这种单边趋势我们再去做多加仓其实会更好。所以如果您目前还没有安装上影趋势图，可以在右上角小卡片当中弹窗小卡片当中点击之后找到注脚，您看一下您的股票目前有没有处于单边强势趋势，这种情况下你就紫色带是吧，上涨回调做多，黄色带尽可能反弹就高抛为主。所以当下先看好趋势，震荡行情这种股票就没有必要去猜它的方向，看市场选择哪个动作，是长阴碰飘带，是碰黄色带出现中大阴线，还是碰紫色飘带出现中大阳线，这是我们去关注的点。以上就是特斯拉、亚马逊、英伟达的3只标的的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我们会看到第一只标的是 Core 位。那么当前我们所看的是 Core 位的一个图表， Core 位其实它也是一个低位震荡的一个行情，它震荡格局当中是经过一波长时间下跌的震荡，所以我们可以建立一个预期，当然你这个预期其实这个地方是不上不下，有点麻烦，它可以是下跌反弹的一个反弹节点。那么这种预期之下，它的动作是什么？它可能会破走震荡往下去破左边的低点，这个预期它目前是一个下跌的中继，它可能走的是一个上涨一波强势之后的调整的结束，所以我们需要去慢慢的跟随股价的走势来去看一下哪种可能性会更大。目前的一个走势更像是第一种预期，价格还没有跌完，至少可能还有一个破底行为，再出现一个比较好的行情，因为之前的底部结构没有形成好，如果它之前是这样下跌反抽回落之后，能够稳定的走出这种颈线位站上的一个行情，是吧？它这里不要跌破那么深，而是回踩飘带往上走，那这样其实中期调整的概率会更大。但是它这一波调得太深了，直接跌穿了，反弹反而受颈线位的压制，市场反而在走出破低行为，所以这种地方哪怕有做多机会，也就短线做多，你要小心龙门线飘带的下压，它继续去往 63.8 去再破一次，再见到机会。所以当下的预期就先看短线的多头，除非有一次能够确实很强劲的反弹，直接把龙门线给站上，但是那个可能性就会偏低一点，所以我们就等它走出来再说。它没走出来之前就保持预期是短线反弹为主，特别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下跌缺口。那么这一个反弹我们要怎么做？这里是一个蓝色线，在上海趋势图当中的蓝色线，它是一个短线下跌之后的超跌反馈。超跌之后如果确实如期有止跌，我们是可以去做这一笔的。这种行情叫做博弈超跌反弹，一般空间就是看到飘带附近。好，那目前买了之后，它股价调了，调的时候干嘛？你的防守位就是影线的下沿。好，调了之后又出现这个蓝色 K 线，那这个地方有可能会有加仓机会，等再次反包，再次买入，防守位还是放在这附近，所以你就可以以这个区间作为你的亏损，我可以允许的亏损，往上看飘带附近，所以盈亏比大概是2份的收益，1份的风险，当然可能不到1份多，但是绝对是高于1:1的，所以可做可不做，不算是特别好，但是也还行，所以这是一个短线交易我们去可行性的一个判定，所以目前也还可以了，但是一定要做好防守。这个地方你可以把最新的这根蓝色 K 线低点设防守，或者说把前面设防守都可以，这看个人的一个风险承受的一个能力了。所以这个地方在破位之后产生的这种长下影线，再加上反包，所以这里可以看一波反弹的延续，但防守位一定要放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谷歌，
谷歌就是稳定的黄色飘带，而且是对于一波很长期的上涨之后的转为黄色飘带，所以这种地方一旦产生这种行情，就容易是中期调整。而这种中期调整，它一般的目标位就是龙门线，正常可能就是龙门线了。所以目前龙门线的一个支撑位是268.285，而目前价格的一个反弹虽然很强劲，但它直接就来到了一个飘带附近，所以这个地方还是看一个压力为主，反弹为主。这个地方的一个龙门线，这个地方它的一个飘带，它的压力是305.354，还有312.984，关注这两个位置。我们看到周线上，它这里是临近支撑，为什么最近这里频繁反弹？因为它周线上是一个飘带，所以周线上这个地方虽然日线产生了相对更大级别的调整，但周线它其实趋势还可以，所以这里要关注它有没有可能日线出现低点，没有到龙门线之前也产生低点，有可能，但必须得要出现这种买点产生，蓝 K 消失反包，再去看日线有没有给到买点，那个买点肯定是右侧的，就比如说突破走高，股价回踩，去找周线止跌后的日线买点，现在肯定没有，现在我们的周线还是超跌的，但没有去稳定的出现止跌，所以当下还是顺势看日线的趋势的形成。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甲骨文，还是稳定出现一个下跌的黄色飘带，目前要注意了，它是一个黄色飘带附近即将走出九转的 K 线，之前上一次九转加黄带是这个地方，所以要小心一点。黄色飘带还是先看反弹，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反转？万事皆有可能，但可能性它是大是小的问题。下跌趋势延续很久之后，它的反转难度就越来越大，虽然概率也在变大，但难度本来就很大，所以这种情况下小心一点。8号 K 线后的9要怎么形成呢？1、2、3、4天前收盘价在这个地方，所以今天收盘只要比5的收盘价高，那么就是9号 K 线，那么这个地方将会产生的就是九转形成，而后加黄色飘带，就小心后续的明显的调整阴线，所以目前这里就小心一点。虽然它是一个下跌后的停顿，周线上也在龙门线附近有止跌，有强势的低开高走阳线，是吧？感觉空间不错，但是在博弈这一波反弹时，它的空间其实是172.493作为第一个反弹的目标，172.493其实不多，差不多这一根左边的高点附近，所以这个地方其实还好，没有太多空间，所以这种行情风险性比较大，利润第一波看的目标也不是很高，就可做可不做，风险性比较大。我们再看到 MSTR 当前可以算是有一个2次的回踩买点，因为它这一波调到飘带附近是吧，转为指示带，有一个缺口快速的被回补，并且是相对的实体阳线，所以这个地方 MSTR 是成为了一个买点，还不错，所以这里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买入的区间。好，那么你的防守位在哪？防守位可以放到这个地方，可以算是一个底分型，是吧？低点在这里，所以防守底分型的一个左一作为压力，所以如果这里要成功启动，最好是在这里不要形成太强的压力，能够直接收盘过去，会更加确定这里是一个止跌有效，并且市场还要往上攻的一个地方。这里如果形成长上影线有压力，那么就要小心它的2次回踩，这附近再去找一下是否有加仓机会。如果直接2次回落跌破，那就止损。所以当下要关注你是以小博大，因为这个地方如果有效启动，空间还是可以的。看到周线上，周线是出现了白玉 K 线，目前还是维持，没有出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消失反包，所以周线有止跌的机会，但止跌的一个力度还不太明确，所以我们得要等日线的启动 K 线产生，目前只能说做个短线。这里如果启动，我们可以看一下龙门线的一个空间是171.206，下沿这里是151.025，所以170、151这个就可以作为2个目标位，是左边这根阴线辐射的一个区间。如果是龙门线，应该就会是171，差不多是在这里。所以股价这里作为一个买点，空间上看这一个，还有这一个防守位放在这里，所以当前是转为指示带，继续可以往上去看一看。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微软，微软就走到了九转，它也是个黄色飘带，所以这种黄色飘带加上来九转就相对小心一点，等一波风险的调整之后再去看到机会。微软大致的意思还是看一个中期机会。我们把股价上升趋势的过程当中，目前其实周线上微软它的龙门线还是向上的，然后它是比较稳固的向上走了一波对于龙门线的回调，所以第一个空间上是龙门线有支撑，它刚好又在左边低点附近，所以这个本来也是一种支撑位，所以它算是一个支撑共振点。支撑共振点我们才说到微软周线上存在一种强力的白玉止跌反包，所以微软
看涨，中期甚至中长线可以在这个位置做布局。而日线上其实这个买点，它目前直接在这里买追涨，阿哲是不太建议的。所以哪怕这里还涨，我们最好是等紫色飘带后再去回调加仓，或者说首次进场会比较好一点。但周线上是没有太多的问题，所以周线关注一下这个龙门线的支撑点是393.286，上方的一个反弹目标是437.708，作为第一个反弹目标，其实也就差不多是日线这个缺口附近，所以哪怕等一个2次回踩，空间也还是比较可靠的。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博通，博通也算是一个盘整震荡，在这种震荡行情之下，市场出现了一个阳线，还是比较不错的，是上影线之后走一根阳线，说明这个上影线它是高抛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所以这种地方就是一个诱空的行情，诱空之后反包，所以这个地方其实还是比较强势的，短线由弱转强了，并且这里是龙门线和飘带也被突破了，接下来只要确定一下这一个阳线是否真的有效突破，所以股价下一次回踩只要不破这个区间，那么就可以转多，这个转多还是中期以上有机会转多，所以继续关注一下。目前因为走的还算是震荡嘛，它是下跌反弹下跌，差不多是这个结构，回踩不创新低，这里有一个趋势线，目前刚刚突破之后最好股价回踩不破，但这个不破可以放宽到回踩龙门线不破，再往上去看，当前还差一个回踩动作，以及看一下突破之后的力度，回来的力度，如果回得太强了，直接又跌破龙门线了就不太好，所以这里有机会开始慢慢有机会扭转空方，但是还要关注一下颈线位突破是否有效，以及龙门线目前的支撑332.75。下一只股票再看到 AMD 当下其实就是受于左侧的这个大缺口的支撑，我们说过缺口越大越难以短期回补，所以每次碰下来会反弹，碰下来会反弹，并且最近这里是不是也是龙门线，所以缺口加龙门线这里其实也差不多，也算是一个重要的支撑，但是它是日线上的，我们从周线来看它其实是破了飘带，所以周线的格局是不太好的，破飘带反弹，这里黄色带将会形成压力，第一个是214.19附近，214.19其实也就黄色带这附近，所以它得要先有一个动作，就是站黄色带，而后转为止带，这样才能够打开上涨空间，否则这里只能看个反弹，反弹也就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周线的黄色带214、217，这个空间是不算很大的，所以只能说看个反弹，这个反弹能够过215、217是吧？回调站稳，然后去补上方缺口的概率才会变大，所以这里能先看的就是一个反弹。日线的一个压力208.096，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它是受制于缺口，有多方力量出现，最近连续出现强势的中长阳，所以这个地方的支撑是有效的，支撑有效看上方压力的反馈，压力反馈弱，那么回调可以做对于补缺行情的一个期盼。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HOD 也是持续稳定黄色带，并且是加速之后走震荡下跌，反弹并不强，左边有一个跳空下缺口，而目前其实很长时间都没有被回补，所以这个缺口压力比较明显并且有效。当下是黄色飘带，黄飘带反弹遇阻回落再反弹，当下的压力在哪？在突破飘带之后的第二根 K 线，所以这里是压力，它得要突破它才能够认为飘带涨时确定突破有效，回踩紫色带支撑看涨，压力还没过，这里就只能算还是一个小反弹。关注飘带的一个压力或支撑，游龙线是77.140，伏虎是78.884，是它的上沿和下沿。从周线来看，它是一个九转之后止跌往上翘，目前没有突破9的高点，它因为是周线还没有收线，所以本周得要收线，站在9的高点之上，我们更加确定这个才更有效。它也算是一个运线的止线的上破。所以当前是一个运线之内的一个波动，最好先破子线，再往上看母线，而后再看这一个飘带下沿。飘带下沿是96.86，所以得要一步一步去跟踪。目前还是偏弱的，因为它压力都没过，缺口也是有存在比较大的压力。下一个呢，我们再看到 APP 的话，是不是也走到了九转？但它的九转不太一样啊，它是一个很强势的连续的 K 线，然后到了九转。你像之前这里是吧？之前这里也是突破了一个飘带之后，连续的黄色 K 线，然后到了一个九转。九转是不是也结合黄 K？它是有左侧的一个风险，所以一旦呢收阴线，黄 K 消失，就容易出现反向的行情。到了9之后，不管是什么标的、什么趋势啊，
黄 K 保持，然后出现消失的话都要小心，特别这里还临近一个我们龙门线的一个压力位。龙门线呢，目前是537.356，很接近了。这个地方因为它是经历一波下跌之后产生反弹产生的这种行情，所以跟前面这里也不太一样啊。所以这个地方回调蓝 K 突破，是不是看左高？好，那么这里呢是反弹，反弹就要小心，它有可能是一个中期的高点，所以一旦出现破位下跌时，要关注它下方的飘带能不能止得住。如果止不住，这个地方就是比较大的危险啊，是对于前期龙门线突破之后有效跌破的一个反抽确认，就要小心。那趋势呢，我们要确认它是否能够回踩有效止跌强阳，再去看突破龙门线，否则这里它有可能是对于前期跌破的一个再次确认啊。左边呢有一个长阴线啊，这里呢是要小心注意一点的。在这个股，我们再看到半导体3倍做多股票呢，它走了一个下跌，然后接近九转，九转形成的概率多大呢？这里是1、2、3、4、5号 K 线的收盘价，所以今天只要收盘在这个地方9号 K 线了，这地方九转的大概率形成，而后加蓝 K 加这个地方如果能够突破，是吧？所以就能够看一个向上的运行。因为它这一根8号 K 线太过于强势，所以这里有可能9号形成之后呢，回落一下才会有一个更好的买点产生。加上它是一个龙门线附近，关注一下有没有可能9周形成再去碰龙门线。线这个支撑是41.677，然后如果它是一个黄色飘带有效跌破了的话，就关注第一个压力是60.003。下一只个股是Circle就强势上涨，然后跟 APP 啊等一众个股有点像啊，直接来到了龙门线附近形成九转是一样的。我们看小结构的话，它就是一个单边强势上涨。如果是大的结构，看周线上，它是不是一波跟 Circle 有点像的动作？但它破了左低啊 ，Circle 是没破的，所以 Circle 还好一点。但是它是破了的，扩位呢是没有破的，所以扩位呢相对趋势还好一点。这一波上涨是破了左高，整体趋势来讲，这是一个过左高的有可能反转行情。第二步是得要下跌不过左低，连左高这里都不破的话就更强势。所以这里是一个周线的黄色 K 线，黄 K 如果消失，那么针对周线进行调整，那么飘带为支撑，后续这里能够涨止带，或者说能够产生止跌行情机会啊，是周线级别的一个底部反转到周线的一个下方支撑2.158和左高这里是91.2，这个区间最好在下次回调时不要被跌破，那么就会更好。说这波回调将是一个大的共振线，日线将在这里都有一个强支撑，九转后能够出现回调的话，这附近将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找止跌买点的一个机会。而现在九转加龙门线的压力所产生的回调行情。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Meta 的趋势就还是不太好看啊，因为走了一个震荡，然后它更像是一个下跌的中继向上的一个窗口，或者说向上的一个震荡。股价呢在这个附近产生的是对于前面下跌的一个反抽。这波下跌它是不是走了一个反转格局，破了之后反抽确认，股价下跌。好，目前走的是一个下跌趋势当中，反弹的概率会比较大一些，除非它能够站上龙门线啊。不过目前龙门线还是一个强势的压制，黄色飘带头都过不了，更不要说过龙门线了啊。所以当下先看黄飘带的压力能够站上再说啊，不然的话呢，一切都白讲。这个地方上沿是656.373，然后下沿呢是649.557啊，关注这两个压力。然后我们再看到 OKO 要注意了，如果您是做空的，到了这一步其实就差不多了，因为这里将是一个强支撑区。之前我们讲过，这里有可能是一个中期的底部，但是它走了一个破位行情，是吧？颈线位呢没能够去有一个突破，而是出现破位之后反抽飘带啊，反而走出光头阴线这种下跌啊，所以你后续呢可以去做空，走到这个地方它接近九转，然后周线上呢又是什么呢？又是连续的黄色 K 线啊，然后它这个地方也是一个相对关键的支撑区吧，也是阿哲所测算的。左边这种区间压力的时候，这里将是一个支撑区，所以做空者在这里不能加仓，而是要考虑获利兑现。下一步就是强势支撑附近要产生支撑的有效，它一定要出现强势的上涨，至少对下跌趋势来讲，它得要过左高，临近的小高点最好能够被突破，而后回踩，再去看一下强支撑附近往上走一波对龙门线的强反弹。91.095，那首先得要先强势止跌，但空方倒到这里应该去止盈，而不应该是加仓。我们再看到 TR 它也是临近九转要形成，然后黄色 K 线消失了，目前走了一个运线的话，一旦下破，看我们飘在下沿，如果继续上涨，就是九转再加上龙门线附近的压力要小心，167.464方的支撑是142.372。
可以看到它的周线上反弹是不是九转止跌反弹到飘带，是吧？它完成了一次有效跌破之后的反抽，所以按照周线趋势来讲，这里其实还是偏跌的，比较小心。我回落时力度很强，再次跌破这个飘带啊，基本上周线的预期其实也是保持新低啊，所以 PLTR 这一波做好之后啊，要记得获利兑现啊，不要看太远。股票呢，我们再看到 Coin 呢跟 MSDR 啊预期一样，整体还是有机会继续上涨。然后像 Coin 它目前还没有跌破缺口支撑，然后黄 K 支撑没有破，走的是神奇的第4根 K 线，就有机会往上延续到九转。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延续啊？你要看一下每天跟4天前比，如果它要走5号 K 线的话，收盘价得要到1号的收盘价之上啊，所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上涨预期。从整体周线来讲，它其实也是反弹，收到了黄色带啊，所以从周线来看，这里的空间其实已经走的差不多了。像 MSDR 说那么好一些，还有一点空间啊。像 Coin 的话呢，空间可能这一波跳空上涨很多，但短线来讲可以搏一搏啊，这个是否能延续5转性的话，这里就看一下黄 K 会不会跌破，跌破就算了。加仓的话呢，可能更加偏向于 MSDR 而不是 Coin。这里预期还能够有所上涨，但是至少它是黄 K 了啊一点。再看到美光的话，就是有效破位之后反抽，这个地方就还是界定它是有效的破了飘带，因为它破了1根2根之后啊，之后有压力往下还跌破了一下，所以这里呢就还是看黄带的一个反弹，除非能够强势站上飘带止跌。飘带的下沿压力是402.692，然后上方是407.799。看到 MP 的话，目前这个运线还没破啊，所以它的方向还不是很确定，是否能够像博通那样子直接涨上去。这个地方是一个9后13，之前我们讲过，然后它又是个运线，如果这里收阴线破的话，它其实就说明整体方向还是向下的，地方就是一个确认了。目前还没有破运线的下沿，等它破了之后，加黄飘带呈现之下就偏空方啊，反而不能够去看中期的底部。而当下这个地方在龙门线附近看一下，这附近要上去，说明有机会站稳龙门线，说后续更长远的看涨，当下还不太行啊，形态还不太好，不太往上。以上呢就是3月10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